Hello，皆様，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今天是我7天自驾旅第2天，早上吃饭店附的早餐，来看看这里的早餐有什么。虽然是商务饭店的早餐，不用太期待，不过看起来烤面包、咖啡、热汤、生菜沙拉、优格、果汁、鲜奶等应有尽有，看起来也是非常合格了。当然，这就是我今天的早餐，也很丰盛。他们的面包看起来很好吃。窗外是2月底早晨川路的风景，北海道东边靠海最大城市，早上也可以这么有仪式感吗？在急忙出发旅程之前，先让我悠闲的剥个水煮蛋，这个蛋放在沙拉上，好好吃。有时候比起路上的一些美食，我更喜欢早上在饭店悠闲吃早餐的感觉。吃完早餐从饭店出来才8点半，由于今天的路途也有点遥远，还要跑一些景点。虽然一个人旅游开车会有点疲累感，但还是所有行程以安全为重。一切安全确认就定位就出发。Google 查了一下，由于鹤居村跟川路石原是同个方向，2个也都是必访的景点，所以第一站目标就是鹤见台。路程约30公里，40分钟，回程可以顺道去访川路石原。不过 Google Map 时间等路线等，毕竟主要是参考，还是要准备更充裕的时间，还要查一些路况。然后这趟旅程出发前，其实我也请阿敏帮我看过了所有的路线，咨询请教了他许多事情才上路。道东在今年2月底整体来说雪偏少，也许是平地的道路，路上都没什么雪，但还是得注意道路冻结的情形，跟野生动物跳出等。果然比预计时间还晚到，大概开了1个小时才来到位于道53号的鹤见台。这里有免费停车场，也不用门票，真的是非常佛心的景点啊！据说每年大概11月到3月会有上百只丹顶鹤前来觅食，最早是附近的一所小学的儿童会喂养这些丹顶鹤，小学废校之后由当地人接管。第一次亲眼见到丹顶鹤，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好漂亮大只的鸟，头尾有黑白相间羽毛，头顶上还有红喉能一块印记，仿佛是古书才会看到的仙鸟吧。他们的动作非常的缓慢优雅。据说日本本岛的野生丹顶鹤已经全部灭绝，目前只有北海道才看得到，只能说太神奇了。感谢当地人努力保育这些稀有鸟类。这边还贴有公车路线时刻表，不是自驾的话，也是可以搭公车来到这些景点，还贴有每天飞来的鸟的数量。实际在现场也可以听到丹顶鹤神奇的叫声，不知道为何这里我感觉很适合情侣夫妻一起来。当然像我这趟伪单身一个人来沉淀放松也很不错，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奥妙吧。离开鹤见台往川路回程中，距离10多公里车程，继续前往川路石原展望台。今天旅行的第2天有点冷，来看一下，雪都融得差不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建筑啊，来上去看一下。这边先买的票，大人一个人480。哦。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地图这边好像还有步道可以走。
川路湿原据说以前曾经是海洋，因为太平洋海水带来的土沙跟泥炭而形成现在的湿地。哇，这就是它那个屋顶展望台的样子。来看一下，我直接上到3楼的展望台看看，上面可以眺望川路湿原和阿寒附近的山脉以及川路市等。眼前一大片森林，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不过这里除了冬天，周围也有许多自然步道可以走，感觉真的是一个自然生态大宝库。这其中藏着哪些生物呢？据说有上千种。远方也可以看得到川路市区跟海边，蓝天白云，天气特别好，配上一望无际视野，真的舒畅啊！从这里可以看到，远远看到我的小车，我的车在这啊，还不会很多人。哦，这里面也做得很漂亮啊！这是他们一个展望厅。哇，这边建筑物这边走来这边看一下。哦，这边过去有步道，可是现在这个冬天这边呢，应该是闭锁的。哦，而且看到这边还有熊出没，注意啊！哇，这边如果有熊的话，哇，这谁敢来走啊？哇！从川路湿原出发，接下来目的地即将前往北海道最东边城市根室。从地图上看，距离也就136公里多，但是阿明跟我说，这一段路实际开起来会莫名其妙觉得长，会经过很多荒芜地带，也就是周遭什么都没有，一直是同样的景色。总之，我就不勉强赶路，一边驾驶一边休息，预计停留后岸町，中途休息。哇！我又开了60多公里，现在来道路休息站休息一下喽。哇！进来看一下，米津诺駅，这家人排行第1的。这还有卖一些吃的，来看一下要吃什么嘞？哦，好像还有炸牡蛎的样子。说是杂志排名第1的道路休息站，进来看看，的确很有看头。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休息会馆，有1、2、3楼，有餐厅、特产店、咖啡、座椅休息区等，还有卖生牡蛎，但有点小贵，肠胃不好的我还是别冒险了。刚才点了一个这个炸牡蛎，因为我不敢吃生牡蛎，所以我就吃这个炸牡蛎看看。哇！这个米津我也可以盖这个电子章，因为我比较懒，所以我盖了一个电子章，可以集章。我这边吃一下。来这个4楼展望室看一下。哇！
哇，这边如果发生地震的话，是有可能会有海啸的。哦，看这个粉红色的，都是进水的地方。Mijino Eki 在这边，这边应该道路休息站，这边是不会进水的。哇！再点一个 mix 的这个冰淇淋来吃看看。安倍元首と太田前会長がそういう関係を築いていた。で現在、自民党で強いパイプを公明党と持っているのは、二階さんと菅さん。时间来到快下午1点，先吃点小点心，然后带着满足的表情出来了。至少等一下留一点肚子到更市吃午餐。虽然等一下还要开一段路，出了休息站到户外晃晃。这里是一个小山坡，可以眺望旁边的海湾。这里的房子也好多啊，很好奇这里的人都做些什么。应该也是海边的小渔村，而且盛产牡蛎。然后再来给摆一下，演示一下此刻旅游的心情。天气好，出来户外踩踩踏踏就是雀跃，但要小心下面的乌鸦大便，非常多。从后岸的休息站出来后，还要开大概70多公里才可以到更市。Google 的时间真的只是参考，特别是沿途可能还要上厕所、休息之类。老公说的没错，这条路真的是又臭又长，真的会开到精神有点开始懵的感觉。所以我就沿途听的 Podcast， 还是小心集中精神慢慢开。特别拜一些逼车的 JP People 所赐，在你后面不停赶，逼超紧，时速也就那样，一直让路也很累，有时候也要看我心情啦。然后就特别感谢前方出现的大卡车，因为这样的货车大多只能遵守速线慢慢开，你只要保持安全距离，跟在它后面就好。当然硬要超车的人就是会冒险去超那个车，但我就不会，就乖乖的跟在后面就好了，这样也没有理由让车了。前面就是大卡车，是要让什么？就慢慢开啊。而且这条路沿途全都是森林，非常多的动物注意看板，感觉随时都要跳出路来。卡车呢，真的仿佛就是圣光的存在，它还可以帮你开路，大大减低撞到野生动物几率。因为它的车够大，通常如果真的撞到路也不会输，小一点的车撞到凹下去或废车都很平常。有时候开这样的路，如果不是天气不好啦，卡车呢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先说呢，这是我开过多次长途的经验，不负责任分享。时间已经来到下午2点多，没错，中午左右离开后岸，开到这也花了1个多小时，真的是条迷之路。沿途还是不停出现西卡丘伊的看板，这时我已经没有卡车大神的庇护，然后才2点多，天色却感觉已经快夕阳下山了，一心只想在天黑前快抵达更市。已经到更市咯，先来Mijino Eki这边看一下，那边就是 Mijino Eki。哦，这边看一下，哇，嘿，丰莲湖，湖泊名称来自爱奴语的 Fleppe， 意为红色的河流。说是该河道经常有许多红色的水经过，我想应该是指夕阳的这个晚霞吧。而它就在 Mijino Eki Swan 44 Nemuro 的旁边。目前冬天看到湖面上都已经结冰，据说这个湖也是有许多鸟类的越冬池，在冬季甚至可以看到从俄罗斯飞来的大老鹰。到了第2天多，已经跑了300多公里了，小车，哇，お疲れ様です。刚才先去Mijino Eki买了一个猫竹昆布，哇，这个看起来好特别哦，好像是更市这边的特产哦。
出了休息站，会上一小段新的高速联络道路，可以快速抵达根室市区。而且这段路据说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区间冬天大风雪时视线非常不良的问题。而这段路两旁其实也有架高的遮蔽板。而眼前就是根室街道了。之前就听闻老公说了许多这里的故事，这次终于亲眼来见一见这个距离日本北方四岛最近的最东边城市。第二天的午餐，来吃这个根室最有名的这个根室花丸回转寿司。哇，来试看看。说真的，来到这里之前，我也没有吃过根室花丸，想说都来到这了，总要吃一次看看。到的时候已经下午3点多，店里感觉没什么人潮。看看上面植物的 menu， 我感觉冰下鱼的三平汁很吸引我，就是鱼汤啦。奔波一整天，我觉得一定要喝个汤暖个身子。再来点了必点的生帆立贝寿司，不过说真的，这个有点小失望，因为师傅跟我说只有冷冻的。但就还是点，结果不是生的，价钱却一样。Well， 不过茶碗蒸看起来很好吃，尾鱼 Maguro 也看起来也普普，虽然不是最高等级尾鱼。来试看看帆立贝，只有1罐，但是上面有2片帆立贝。话说我旁边的日本人听到只有冷冻就不点了，听到有点小 OS。不过好啦，吃下去我也是觉得蛮新鲜的。说真的，我也吃不出差别，但我觉得不值这个价。毕竟冷冻的尾鱼寿司也是普通发挥，比较让人期待的应该是这个花孝蟹军舰，因为听说这里盛产花孝蟹，这个很推。整体来说，我比较惊艳的是它这个冰鱼三平汁，里面还有红萝卜、白萝卜等蔬菜，鱼肉也很多。这个汤我给5颗星，其实喝完这个汤，胃里就占掉1/3了，可以早早出场，留肚子吃晚上。大家看一下。我应该创下来根室花丸吃的最低的记录了，哈哈！我只吃了1000多，因为我中午吃了别的东西。OK， 我到啦，这就是我今天要住的旅馆——兆月旅馆。哇，我第一次来，在内蒙古根室这边，好远哦。那就跟我一起进去来看看兆月旅馆。看这一期一会。哇，看这个大蛤蟆、癞蛤蟆，一进门感觉是家历史很悠久的老旅馆。这次呢，我也是订1博20付2餐的 plan。哇，他们的晚餐家让有得过奖的。一开始在网站上看到他们的餐食，感觉非常吸引人。虽然是偏民宿，但是晚餐有豪华的海鲜和食 set。check in 时，主人也很亲切接待。车子也可以直接停民宿旁边，非常方便。这边来走过去看看，整体是一个木造的1户建，有2层。虽然不知道是消毒水还是木头的味道，一直闻到一股很奇特的味道。这个楼梯非常窄，也全都是木造的，上面比想象中房间非常多的感觉，很古色古香。这边还有一个假老鹰。现在已经下午4点，外面已经早早天黑了。来看一下房间的内部，是一个感觉可以住2个人以上的和室。一进来旁边还有一个小冰箱，感觉都要拍大合剧了。不过日本老一点的和室好像都这样，但这样的地方在北海道这么远的根室，感觉好神奇。房间内应有尽有。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这个直拉门，不过打开来，外面也是一个正常的气密窗户。不然纯拉门，我应该会冷死。老实说，这里的气温比我一路从川路过来还要低，明显感觉到这里比较寒冷。但是民宿已经先把房间的暖炉开好迎接，这点非常的贴心。
这个就是他泡澡的地方，他们的浴室。哦，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哇，不是温泉就是浴室。我来简单来走一下这个街道，看一下。哇，好特别。哎，哇，我这上面都一堆海鸥在这边飞哎，这真的整个都是靠海的。哦，街上没有人，没有人在走的感觉。这个看起来什么好像有 snack bar， 这看起来好像有 snack bar 的样子啊。哇，街上好像都没有车子，看起来就很特别。哇！现在呢，先走去 Seiko Mart 买个东西。哦，我住的这附近，感觉街上都没什么人。哇，看起来不可思议，而且这边整个完全靠海，超级冷的。哇，而且我现在一直在想，这边如果突然地震的话，哇，不知道会怎样。位于北海道最东边的根室市 Nemuro， 也是最接近日本最东端的城市，面积500多平方公里，差不多快2个台北大，人口却只有2万多人，当地也以渔业为主。在晚餐之前，因为看了地图，走路不到10分钟就可以到 Seiko Mart， 所以我就出来走走晃晃。由于日本之前预测过北海道千岛海沟地震，所以说真的，走在这不免让我小心提防，到处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海啸来的时候可以避难的高处建筑之类。走到 Seiko Mart， 先买一杯冰拿铁出来，冷静，放松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一路奔波，好想来一杯冰拿铁。虽然是感觉没什么人的小镇，不过夜晚也有灯火通明的商店街，里面有几处居酒屋跟 snack bar， 甚至还有卡拉 OK。这里冬天雪也比较少，虽然一个人走在陌生区域还是要小心，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喜欢这里的静谧、沉静的感觉，跟老公说的沉重也不太一样。内心暗自希望地震还是永远不要来吧。永保平安吧。时间差不多才晚上6点多，就早早的来吃晚餐。民宿主人用餐前还非常的用心跟我介绍了每道料理。虽然由于精神非常疲累，我没有很认真在听课。这个是味噌腌鱼，然后这个是有加松茸的饭团，还是心形的，好特别。然后是上面有海胆的茶碗蒸。再来这个是章鱼，然后这个非常特别，虽然看起来有血，有点可怕。老板跟我说这个是帝王蟹no kodomo， 也就是小螃蟹吧。再来是大重点，一整只花笑蟹。well， 这样一碗的价格能吃到这一整只螃蟹，也算值回票价了。其他还有沙西米、生帆立贝之类，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中午没有吃那么多啦。今晚呢，也就我一个人，我感觉我会把这一整壶茶喝掉。它的茶呢是焙茶 ，Hojicha， 是我非常喜欢的茶，不会苦又涩，茶香味也很浓，整个就很开胃。然后又送来一小碗贝汁跟饭后水果凤梨。加いただきます，开动。首先来吃看看它的饭团，很好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再来尝试这个很妙的帝王蟹子贡。一开始我很怕有腥味，因为看到血，但一口下去很妙，就是非常非常新鲜的生螃蟹的感觉。再来当然要畅快多移一下刷笑蟹，可他们基本上也都处理好，都有掰开，非常容易挖，真的很新鲜，吃得到一堆肉。整体来说虽然不是最豪华的 course， 但也能吃得非常满足啦。哇，
我刚才去吃完饭，他们已经帮我把床铺好了。哇，这么小的家庭日式旅馆，他们也有铺床的服务，不错不错啊！哦，重点是房间还蛮暖和的啊，可以睡在暖炉旁边，真的哇，哇塞！再来就是一个人自己在饭店的 relax 小酌 time 啦。今天呢又是一个 awesome style 了，吃饱饱，心情好，房间又好暖，今天可以睡在暖炉旁边，真是个小确幸，不由得又手足舞蹈了起来。尺度飙升，不惜请跳过，仅以此表示我此行的一种从容放松感，像不像啤酒广告？好了，感谢各位收看我的自驾旅 EP2，我们下回继续，拜。